注意看，大名鼎鼎的中国推力大师魏宁辉，竟然被打得如此狼狈，还被老外一拳打断3根肋骨，瞬间瘫坐在地，无奈之下只能弃赛投降。要知道，此前只有魏宁辉打断别人肋骨的份儿，从来没有被别人打断过肋骨。能击败中国名将魏宁辉，对手自然是来者不善。他正是当今羽量级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世界排名第2的伊利亚斯。凭借暴虐无道的残忍手段和不把对手打废绝不罢休的作战风格，让他在来中国之前已经连续打废超过130多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KO 狂魔。我已经做好了称霸中国拳坛的准备，中国的拳手们对我产不生任何威胁。我觉得东亚病夫这个名号非常适合他们，因为中国人实在是太不经打。面对猖獗的老外，中国羽量级别排名第1的中国坦克邱建良不再隐忍，霸气出山，誓死捍卫中国拳坛。好，我们注意看，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邱建良。但这场比赛有一个问题，因为此时的邱建良还并非世界第1，当前他的排名是世界第10。也就是说，本场比赛邱建良第10，对方世界排名第2。所以在此消息放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了啊，邱建良你不自量力，你找死，你属于以软击实。但邱建良在媒体面前也是霸气回击啊，只有击败强者才能成为超越强者。排名第2的山崎却输给了当时排名第1的考，于是拿到了当时排名的第3，拿到了还不到2个月啊，当时的第2啊瓦尔加。干掉了当时第2的谢尔盖，然后自己的这个直接排名升上了第2。对，而且呢，这个布莱德是非常年轻啊，这个刚刚是95年啊。对，虽然这么年轻啊，但布莱德的这个已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儿了。啊，这位是不知道这个这么拼命的打比赛，是不是为了挣奶粉？这个自己的女儿也可能是力量的源泉。哎，没错，布莱德是一个攻击型的选手，而且攻击密度很高。这场比赛，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完全没有看得出来，这个伊利亚斯啊，不仅比邱建良小，甚至比邱建良小了整整5岁。21岁便拿到了世界第2，证明他的实力是相当的恐怖。而邱建良比对方大了5岁，当前的话是26岁。虽然说此时邱建良的世界排名是第10，但他的实力啊早已经是前3的级别，他只是缺一些个挑战强者的机会。因为很多人啊不愿意和他打，因为风险实在太高了，打赢了没什么好处啊，打输了还会被抢走排名。包括现在我们中国拳坛的张志磊啊，在国际擂台也是这个很尴尬的地位啊，很多人不敢和他打。右摆左扫，这样的话把邱建良的这个进攻都防住。邱建良刚才一个后摆拳踢中。在邱建良跟磨砂布打之前呢，没有人看好磨砂布。结果邱建良拿下了那场比赛。邱建良刚才这个动作已经是在第一回合当中2次的重复使用了。邱建良是一位我们看他的比赛会不停地看到这个在技术和战略层面上提高的一个这样的选手，我们是很喜欢这样的选手。后摆拳，邱建良开始变速了，我们看，哇，后手拳互堵，好，你看测距离，打虎，高段。邱建良的这一场比赛绝对能称得上是一场硬仗了啊！不仅对手实力强劲，而且我们注意看，比赛的擂台已经逐渐变湿了。为什么？因为现场下起了瓢泼大雨。没错，本场比赛是在室外举办，但是我们看邱建良啊是完全不慌也不乱，纵使对方压得再紧啊，也是头脑冷静，灵活应对，具有威胁力。是，哇，转身变拳没打到，顶膝，在这个擂台上慢慢的又开始有一点点湿滑。两位选手邱建良连续的左右摆，最后的几秒钟的时间。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在第一回合，虽然说布莱德看起来打得很凶啊，打得很积极，但是老谋深算的邱建良啊，早已在分数上已经是慢慢的超过对手。所以说，只要邱建良本场比赛啊不被 KO 啊，不被对方打躺下，本场比赛我感觉应该是胜券在握。这个就是比赛节奏啊，这比赛节奏非常好，看起来这个观赏性高。哇，后手上勾打到了，掏进去了。哇，
伊利亚斯的跳跃。这个地面的确是有点因为这会儿雨啊，其实呢真的是下的已经很大了。没错，两位运动员在这个还要保持着平衡，还有高速的运动。是的。平衡拳，伊利亚斯平后手。朱建良现在扫伊利亚斯的腿，有效果了吗？我感觉好像伊利亚斯有一点移动有点慢。是。但是这个目前我们还不太好判断，因为这个移动慢，我们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忌惮于场地的湿滑，还是这个邱建良扫地有了效果。是的，是的。这场比赛，邱建良整场的表现呢都是不慌不忙啊，拳也不重，腿也不猛。观众朋友们，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啊，真正的原因啊，是因为这个擂台由于下雨的情况，导致擂台非常的湿滑，所以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如果出重拳或者重腿呢，是非常容易滑倒或者跌倒。那邱建良就很聪明了，他不追求重击，而是打些点数和分数上的优势。但这个伊利亚斯很明显，他的应变能力和他的头脑没那么聪明啊，他还是愣头青啊，打得很凶，还是打一些重击。而刚才这个王阳光老师也说了，邱建良啊一个很大的这个特色就是在场上这个节奏的变化、进攻方式的变化。你看这个非常明显啊，这个多点位的，有时候我打你2下我赢了，然后我有时候打你3、4下，有时候我一拳不打我就。让你抓不到这个我的这个节奏，两个人开始助攻，在这样的一个擂台上的情况呢，两个人的这个进攻大多数会变成静态的对攻，对，因为移动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平衡失去，是，包括呢这个很多这个舍身的动作呀，这个大范围的动作可能做的会少了，这样的话观众会比较开心，因为这是一个电话亭战术，是被迫电话亭战术的一个对攻。相对密度，现在伊利亚斯下来了，邱建良开始慢慢的变成进攻式的多。走，伊利亚斯的这个世界上排名第2，我们刚才也说了，他的原有啊，这个选手非常强悍。是。60秒钟，邱建良的表情还是非常轻松的。看出伊利亚斯的贯穿能力。好，进入到最后一回合的较量了。现在这个伊利亚斯他满脑子只想 KO 邱建良，因为他清楚啊，分数上他不如我们，所以他并不想把比赛的结果呢交给裁判，而邱建良则相反。我们不用着急啊，把比赛结果交给裁判的话，我们是稳赢的啊，因为前2个回合分数上是遥遥领先。被裁判，而且其实整个我们看这个3回合的比赛，纵观来看，他的进攻密度是这个爬坡式的上升。是的，是的，这是很恐怖。对于选手的整体的体能储备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对，你说我们这个，毕竟啊，两个人真的是高手间的对决，在这样的舞台上，在永世荣耀的擂台上，我们才能看到有顶尖的对抗。是的，这一场比赛也是众所期待的胜负啊，我们当然很期待。我们更期待的是两位选手在擂台上给我们带来这种美学的这种展示。可以先不考虑结果，我们先看这个过程，过程足够精彩。现在急于求胜的伊利亚斯已经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头脑，他只想在第3回合 KO 邱建良。但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邱建良呢是完全不在乎，你怎么来，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都能接得住。啊，不得不佩服邱建良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头脑太冷静，太厉害了。做一些重击，现在邱建良并没有做重击，还是大多数以干扰为主。现在我们看邱建良打的还是比较稳，对啊，这一局回合的节奏没有太明显的变化。没错，伊利亚斯一上来的那个猛冲等于是被消解，对。但是伊利亚斯的进攻力度我们明显可以看得到。小心，场地毕竟还是有一些湿滑。没错。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在这样一个成绩当中，我觉得应该会给他们两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伊利亚斯后摆打到了邱建良，带摔，那这样的话是反击。这场比赛由于现场的地面过于湿滑，所以说双方的体能消耗下滑很明显。你不仅要防守啊，要盯着对手，还要进攻，而且还要保证你的平衡性。所以说，这可以说是邱建良，哎呦，神龙摆尾。这个时候了，最后一刻啊，也让现场的观众不感到遗憾，也让屏幕前的您啊也不感到遗憾。因为神龙摆尾是邱建良的招牌绝技，是他的绝活。10秒钟，看邱建良还有没有输出。
来后扫，伊利亚斯整场比赛的这个爆发力都是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In the red corner， 啊，邱建良拿下比赛结果比赛。漂亮！坏了，这一下已经晕了，这下真的晕了，这下真的晕了。好，又是一重拳。我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黑人选手，在赢下比赛后，竟然戴上了小丑面具，当众羞辱中国选手董鑫，表示自己仅用了2团功力便拿下了比赛，还当众狂言，即便是死人方便和邱建良同时上台，也都得被他打到跪地求饶，大喊饶命，还同时羞辱中国选手都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见一个打废一个。见这个黑人选手如此的嚣张，董鑫的师弟保银仓申请出战，势必要狠狠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黑人老外。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注意看左边红方选手保银仓，拎住狗腿儿。保银仓刚一上来便势如猛虎，这是一位来自于我们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汉子。而蓝方选手这个黑人老外便是森巴库利巴利，在大概1年前他击败了保银仓的师哥董鑫。现在森巴库利巴利处在一个防守的状态，他不断的退后，双方回到了擂台的中央。保银仓啊，加油啊！保银仓的身高臂展呢都比对方占据优势，看看有没有 KO 的机会，有没有 KO 的机会？现在用砸拳、爆锤不断的锤击森巴库利巴利，保银仓有机会，裁判会不会判 TKO 呢？现在裁判还没有判罚。第一回合比赛进行到1分20秒。什么情况？现场裁判终止了保银仓的进攻。刚刚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犯规的动作，也没有打出擂台，什么情况？那我估计是这个裁判怕保银仓呢打出人命，怕污染了这个擂台怕太晦气了。保银仓还是连续疯狂的摆拳，那么森巴现在是只能死死的护住头顶，完全不敢反击。而保银仓的表情我们看真是带着一股狠劲儿杀手的感觉。森巴下潜抱摔没有成功，被保银仓按到地上，又是这个角度，尚未疯狂的砸拳。裁判离远一点，你不要再终止比赛了。爆锤！我们太希望中国战队能够拿下今天晚上的第1场胜利。又来了，裁判又帮助这个森巴黑人选手又站了起来。这种裁判我觉得干脆开除他。别看他是黄皮肤但搞不好这个家伙有一颗黑心呐。这个1回合比赛3次击倒，一场比赛1回合比赛如果是4次击倒的话，那比赛就要判负了在第1回合还剩下只有10秒钟的时间。这个森巴库利巴里现在是在勉力的支撑好，第1回合比赛结束，保银仓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在第1回合把这个森巴这个赛前畅跃至极，扬言要打拳打方便脚踢邱建良的这个黑人选手是疯狂暴打。如果不是裁判阻拦的话，我觉得对方早都已经上天堂了不对，已经下地狱了。以对方的水平还打邱建良呢，那邱建良一根小拇脚趾都能踩死你方便一根小指头都能捏死你。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又是一个接腿，这个场面和第1回合差不多都是先接腿，然后再打击对手。后手，森巴有点晃，但对方的臀部很肥壮很稳，这是对方的配重他的臀部很肥这样一来的话能站得更稳一点。毁伤之后现在显然没有恢复还是绵软无力的一个状态。双方开始了角力，看看是不是要把比赛拖入到地面呢？现在保银仓的出拳也是试探性的没有用上全力，在第1回合他是积累了比较大的优势。森巴库利巴里这位选手，我们感觉他还是非常顽强，很能扛在第1回合都被打成那样了好，连续的摆拳和直拳。现在现场情绪的现在现场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高昂
中国功夫机全能技的战队太需要一场胜利了。正所谓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啊！赛前这个黑人选手赛前有多狂，那么现在的他就有多狼狈。两只小手啊，两只小黑爪啊，已经是焊到脑门上了，他不敢拿下来啊！稍微一松懈，那可能下一秒就要躺地上。现在这个小黑子森巴已经整个人是很软了，但他呢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顶啊，因为他越退缩，保银仓打得越狠。而保银仓这一边也是稍微的收了点劲儿啊，放缓了一下节奏，估计是让保存体能，在第3回合再统一释放。虽然摇摇欲坠，虽然站不太稳，失去了平衡，但是他还是能坚持啊，这就是森巴库利巴里的特点。加油！加油！加油！哎，刚才这一记大摆拳又是命中了森巴库利巴里，但是保银仓没有跟上来，有几拳呐。森巴库利巴里比划出了一个小 case 的手势。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虽然说保银仓呢很年轻啊，才这个19岁啊，但是表现的确是非常的给力，尤其是在拳法上的表现啊，他的拳呢打得很重啊，非常的犀利。我觉得第3回合保银仓 KO 这个小黑子的概率啊是99%。好，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3回合保银仓能不能够 KO 这个嚣张的小黑子。好，双方最后一个回合的决定回合，保银仓应该是全力出击啊，不要留力了。第1、第2回合都占据着优势，争取能把对方 KO、TKO 或者降服吧，来个漂亮的胜利吧。保银仓啊，不要再留力了，全力出击，跟对方拼一个灿烂之战吧。现在保银仓出拳落空的机会也比较大。森巴库利巴里闪躲过了保银仓好几记重拳。现在森巴库利巴里是在摇臂啊。保银仓这个小伙真是怎么打怎么有。虽然说现在体能没有开始那么好了，但是打的拳啊依旧是很准，打得很重。好，森巴想摔，但保银仓来自于草原啊，你摔我们那不属于羊入虎口吗？第3回合马上要结束了，现在这个小黑子森巴也试图做一些反击。哎，保银仓这怎么能不做防守呢？哇，真不做防守，双手自然垂直，这不是说我们没劲儿了啊，就是不想防。哇，这个防爆摔真好啊！本场比赛的防爆摔是100%的成功率。呀，但是觉得保银仓这场比赛啊，出拳的命中率还是稍微低了一些。好，又是一记重拳。森巴库利巴里这场比赛也是无数次的站起来。好，又是一记重拳，再打了个坐地不起，本场比赛结束。好，比赛终于结束。那实际上第3回合，我个人感觉啊，应该早就判胜了，因为保银仓连续击倒了对方3、4次，但是都没有被裁判读秒。这个裁判我觉得啊，真应该检查他一下，黄皮肤，但他有一颗黑心呐。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保银仓为他的师兄董鑫成功复仇。本场比赛也打得非常的给力，非常的有血性。好，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连续的重拳雷震，20多次的重拳，手拿起来已经没有机会了。眼前这个正在暴打中国小伙的家伙，就是连邱建良都不敢惹的荷兰拳王克劳斯。此人来华9年，击败过上百名中国选手，曾经更是一夜之间连续秒杀3名中国小将。
从此一夜成名，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拳坛魔王。就连日本拳王磨沙斗和泰国天王波球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他也曾毫不避讳地在媒体面前嚣张放话，称中国人只配吃他的拳头，当他的沙包，永远别想战胜他。然而有这么一位中国小将，他偏偏不信邪，不仅向克劳斯发起了挑战，更是当众表示不打死绝对不罢休。他就是中国军人拳王周志鹏。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场非常精彩的中荷对局，中国大战荷兰。好，我们看比赛开始了。红色拳套的红锋选手代表我们中国红，他就是军人拳王周志鹏。本场比赛，周志鹏观众朋友们也是死战不休。他表示今天不打废这个克劳斯不打死这个克劳斯绝不会善罢甘休。看来今天周志鹏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啊。好，再来看一下蓝方选手，他就是荷兰的不败拳王克劳斯。那么赛前想必介绍的也很清楚了就不多说了。那么他是9年来中国9年，打了上百场比赛没输过。是关于这克劳斯他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去口水去介绍他过去的辉煌经历，因为在拳迷和格斗迷眼中，他就是曾经神一般的存在。他名校一长串。双方的身形已经很明显了，周志鹏要比这个克劳斯这明显要小了一大圈这不是小一点点。这个年龄可以说是相仿。所以说对于周志鹏来讲呢，本场比赛我们也是跨级别跨量级挑战对手。那么在这个时候，克劳斯作为初代的两个人都是当打之年，周志鹏33，对方的话是34这都是男子选手当中呢这最巅峰的一个时期了。不是一个搏击时代，克劳斯应该成名更早得多。没错，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周志鹏以及重击打中了这个克劳斯，其实双方这个风格还是很相近的因为周志鹏曾经是这个拳击的冠军拿到过世界军人拳击的冠军。对战克劳斯最主要的就是节奏。那么之前很多中国选手输给了克劳斯很简单他们的节奏感呢都被克劳斯带跑偏了。是10月份击败了一场对，最近击败了一个有过48场职业经历的。那这场比赛我们看周志鹏呢，他这个意志坚定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打法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双方又进入了王老师说的这种中近距离的高手对决。一般这高水平的都是打中近距离，因为在这个距离，如果自己把握的好的话，是非常容易对对方进行重击的。对。而且目前来看，周志鹏的防守做得也不错，没有给到克劳斯呢任何一个机会。但是当然，周志鹏今天的这个进攻攻势上打得也不错。相较于之前的这个和克劳斯交过手的中国选手来讲呢，这已经是目前打得最好的一个了。比赛，我们都知道克劳斯曾经在我们的2013年曾经1挑3，就是用这种斜上勾拳的击法，而且那一场比赛就是周志鹏不要小心。这一下应该是有挂到当。周志鹏当兵已经是有6年的年头了所以说呢是个老兵。那么在本场比赛之前也打过一些很多高手比如说韩国巨人崔洪曼，我们也打过。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结束，打得非常精彩。周志鹏攻守兼备，让这个荷兰的拳王克劳斯是完全找不到任何办法这个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看一下周志鹏能否在第2个回合 KO 对手。好像每次备战的时候，他都把这个训练安在老家山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周志鹏也是一个湘西的，现在说在湘西报湘西的苗寨里的一个青年，非常有霸气的一个人物。这场比赛相对于前面的比赛好像没那么激烈，但是好，我们看一下比赛来到了第2回合，看一下红锋选手红色拳套周志鹏，蓝色拳套克劳斯。对方是一个有着对华极其丰富经验的选手，来华9年打了上百场比赛。那么用他的话来说呢，说打我们中国人就像打沙包一样，绝对不可能打得赢他。所以说本场比赛我们的军人拳王周志鹏就忍不了了你凭什么说我们中国人不行？这场比赛周志鹏还是第2回合我们看攻守兼备有进有退的一个打法。而且在拼拳的时候我们看周志鹏也完全不虚对方，这一点很重要。之前有很多中国选手和克劳斯拼拳的确拼不过因为对方的打击密度很快，
而且立体式的打击啊，它不只是打你上面啊，它上下左右啊前后都打。就是在这个第2回合开始进入自己这种立体性打击。对，第1回合更多时候是试探，心里有底的这种有经验的老选手，通常都会对如果没交过手的选手都会在第1回合进行试探啊，有掌握。我在这个赛前呢，就是见到周志鹏，我问他现在状态，现在身体啊就像有炸弹在里边存着一样。他说我现在就尽量再静起来，让自己把所有的这个力量都爆发在擂台上。今天日本的表现确实也不错，刚才这克劳斯这个击打的部位有点不准，打到这后脑，来看提示。好，那据说这场比赛武僧义龙啊正坐在台下，观众朋友们，正在观看本场比赛啊，可能是想学点东西。当时呢，这个武僧义龙啊，很多人呼吁他去挑战这个克劳斯，那一直想办法这个避战啊，不打啊，要不说自己身体不好啊，要不说自己的这个想打别人啊，总而言之啊，一直以来就没有打过克劳斯。两人对攻的时候，他那个上勾拳啊，对周志鹏腹部打应该还是很重的。刚才那两下，可以说双方，特别是周志鹏啊，在腿法上其实不对克劳斯造成特别大的伤害，或者对克劳斯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原来是拳击运动员出身，漂亮，互相攻击。克劳斯这几个面对周志鹏这个有节奏的左右打击的摇闪也是非常不错，漂亮，非常的有自信。这种出色的拳击素质啊，真是让我们感觉现在的中国选手已经上了很高一个档次。是的呀，对战天王级的人物克劳斯啊，以前是不敢想象的能打出这种局面。那王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中国选手为什么突然这么快的能提高一个这么高的档次？我觉得还是一个这种赛事的平台，提供了一个这样赛事的平台一个经验啊，包括一个氛围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训练条件，包括引进的一些国外的一些训练技术啊，种种原因，包括现在呢和一个运动员的态度上啊，心得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啊，还有一个就是对自由搏击的理解，我觉得更深了。现在慢慢的，由于我们这个 WF 的这个平台的产生啊，也让更多的观众或者更多的选手走进了这个自由搏击的这种训练和比赛当中。是的，我们看双方的拳法是有特点的，克劳斯只要上面打不住，马上进肋；而周志鹏只要外侧打不着，马上进入直线的上勾。两位选手这个变化都非常的多啊，变化非常的快，掌握能力也非常强。对，我觉得周志鹏不应该这样跟这个克劳斯拼，这是克劳斯的阵地，克劳斯的领域。克劳斯他就擅长于这种面对面正向的这种进攻。没错。他这个克劳斯左右侧滑没有，这时候我觉得周志鹏其实可以往外走一走，左右晃一晃。我们可以说，去年克劳斯输给伊萨，就是因为伊萨的这种连打带闪的这种风格，让克劳斯抓不住，所以才让克劳斯没有了力量。如果要好，观众朋友，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了。那么前2个回合，周志鹏呢都是拿到了优势，小优势，但是也不错了。要知道，在此之前啊，中国选手挑战这个克劳斯啊，不是被 KO 啊，也基本上就是被打残。好的，对方冲过来的一瞬间啊，周志鹏很聪明，立马进行搂抱来缓解战力上啊对方进攻给到我们的压力。不仅有战术啊，还有它的特点。好，你看这个防守也是很紧密啊。而且周志鹏呢当兵出身，所以说体能这一块绝对是不输对手的。他的技术还更多一些啊。第3局因为很关键了，所以说2个人都想抢这种点，反而2个人移动少了，移动少了，都想去来打这种阵地对攻，阵地对攻的。但我感觉阵地对攻好像克劳斯越来越有点抓住感觉的这种样子。但是克劳斯的体能上出现问题，一定的消耗。况且今天他的这个速度啊，我觉得也比以往稍微慢了很多。我觉得志鹏啊，确实在这地方训练确实有取得很大的效果，准备啊特别充分。现在体内的这个炸药已经开始狂轰滥炸的宣泄出来了。是的，没错。而且我们知道周志鹏他是一名意志品质非常顽强，而且抗击打能力相当出色的选手。到迄今为止没有被击倒在这个搏击擂台上，没有这种场面啊，没被 KO 过。双方都是这种擅长坦克推进的这种选手，所以这场比赛让我们看的啊，就感觉是满天飞的都是刀的感觉啊，应该都是炮弹吧？这个是拳炮太正了，双方全是正拳开路。好，我们看比赛第3回合，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周志鹏也不开始防守了，殊死一搏。
这时候把克劳斯压在笼边，做了一个困兽斗啊，关门打狗。这是克劳斯很熟悉的招式，但是今天呢被周志鹏啊这个学了过来。擂台上的这个常客，老朋友了。这次他的短裤上出现了我们中国国旗，我们也觉得克劳斯可能体会到我们观众的这种热情。双方在这个最后这一回合已经可以完全宣泄出来了。这个时候双方体能都下降，这个时候就是完全凭这种一直在撑，在撑。那王老师，您看现在这个谁比较有优势？我完全看不出来。我觉得双方，我更希望他们有加持。我觉得在这个7合13场的综合来说，3局的综合来说，我觉得志鹏今天发挥的不错。对，然后况且在得点上，在这种场上的那个进攻的赛结束了啊！但是我觉得周志鹏已经完全提升到了另一个档次的选手。没错，真是太精彩了，这个太棒！我觉得是好，观众朋友们，在比赛的最后一刻，双方是玩了命的拼拳啊，都想在最后一刻KO 对手，或者说呢拿到更高的分数优势。好，本场比赛3个回合结束，那么周志鹏和对方啊这个荷兰天王克劳斯血战了整整3个回合，打的的确是荡气回肠，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周志鹏的分数啊会更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打击啊很精准，而且防守做的也不错。但是还是要看一下最终裁判的判罚。Three has it 29-28. For 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 好，没有错，恭喜周志鹏，恭喜军人拳王。日本拳王左拥右抱，搂着日本艺伎，挥舞日本国旗，嚣张出场，嘚瑟的神情，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度假的，结果惨被中国百姓英雄王洪祥乱腿当场踢废，实在解气。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中日对局。我们看，随着不吉利的国旗随风飘扬，日本选手装神弄鬼，而且是左拥右抱，搂着2个艺伎，嚣张出场。而且我们看他一脸嚣张的神情，感觉他呀根本不是来打拳的，也不是来打比赛的，更像是来度假的。还跟现场的观众做起了互动啊，没有错，他就是来自于日本的空手道冠军马场伸孝。好，这个家伙也是大摇大摆的，带着2个艺伎来中国踢馆，这真是头一回。那这一次面对日本选手的嚣张踢馆，我们中国的百姓英雄王洪祥霸气出山。那相较于上一个搂着艺伎出场，搂着美女出场，而我们的王洪祥选择了4个保镖，都是戴着非常酷的墨镜啊，这看起来的确是非常的有气势。我觉得一会儿双方选手打完之后啊，可以考虑让两边的这个随同出场的人打一场啊，让4个保镖和2个艺伎打一打啊，看看这个谁胜谁负。好，本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赛前这个马场伸孝也是很猖獗啊，他在日本不仅是个空手道冠军啊，而且是非常的有钱。不要说2个艺伎了，就算是200个艺伎啊，也拿得出来。所以说赛前他也是狂言说，今天如果打不赢王洪祥，就把2个艺伎送给王洪祥。好，观众朋友废话少说，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看一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王洪祥，采取出了一个侧踹啊，这是他标准的一个散打招式。而蓝色拳套的蓝方选手黑色裤衩便是日本的空手道冠军马场伸孝。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在我们中国，这是一场中日对抗大赛。因为对方身材比较高嘛，我先用踹腿控制下距离，先看看对手擅长什么，然后我再进攻。都是一个侧踹，王洪祥比赛开始还是非常的谨慎，转身摆腿速度是慢了一点。我相信屏幕前如果有老的拳迷粉丝啊，那您对王洪祥肯定是不陌生了。他也是一个草根级别的这么一个拳王。而且王洪祥呢，就好像是影视界的王宝强，都属于最底层混出来的。好漂亮！哎呦，漂亮！这一拳把这个马场伸孝打翻了。我们看，这是一个后手的迎击。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艺伎这种东西啊，还是少接触，少触碰。这个日本选手虚的不像样子啊，一拳就倒。
好漂亮，又是结实的一个大摆拳，第2次啊，这是第2次击倒了。这个日本选手看起来很虚啊。赛前还没开打之前，我还以为这个空手道冠军啊，多么的厉害，但是没有想到就这点本事。通过这一段的调整，现在马场生效已经逐渐的苏醒过来。这时候王洪祥不要大意，因为对方非常擅长拳，他不跟你拼腿的情况下，控制下距离，再找机会，不要急。别看王洪祥的拳速不是很快，但是拳法的力道啊还是很足。而且对方的这个马场生肖啊，他好像才不到30岁，但是我们看他的发型，这个头发都已经快秃了。那这个年纪啊，这种发型和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啊，和他这个纵欲过度啊，的确是有关系。据说他在日本啊，还养了100多个这种艺妓，没有错，因为他的他的父亲啊，就是开这种艺妓馆的。日本的这个艺妓啊，很有特点，他们呢多才多艺啊，会唱歌，会跳舞啊，还会陪你玩游戏。没有错，这是一个接腿的半摔。那比赛到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对方的这个空手道冠军啊，几乎是没有什么还手的余地。我们几乎是看不到他出招，全程在被暴打。漂亮，转身边拳，但是王洪祥呢依旧是不敢懈怠啊，双手呢举得非常的高，对防守上还是很小心的。王洪祥还在采取一个游走的战术。我觉得这个时候王洪祥完全可以打上去啊，可以主动一下。但是王洪祥本身啊，他是比较擅长打这种游击战的啊。这是一种王洪祥独特的啊，以退为进的一个战术。那用最早期的这个游击战的战术来说啊，就是敌进我退啊，敌跑我追。又是一个漂亮的带摔。王洪祥最牛的一场比赛啊，是把这个日本选手，中村大佐啊摔了60多次啊，据说那场比赛把这个日本选手的尾巴骨给摔烂了。这场比赛相对来讲是少一些了，但是也不少啊，这都已经是第5次了。这时候比赛已经来到第3个回合了，我们看王洪祥在这最后的一个回合啊，能否产生 KO， 能否把这个2个一击啊，我们也左拥右抱给他带回老家，最起码他是白来的啊，这个没有彩礼。我建议啊，干脆送到王洪祥的老家啊，把2个一击呢送去种地去啊，挖土豆去。这场比赛，王洪祥不断的在用各种单击啊，非常有质量的单击啊，去打击对手，效果很不错。还想摔，又一次，这种连续的这个带摔啊，虽然说呢比分上不会加太多啊，但是呢会打出非常好的气势啊，也能把对方的这种进攻的气焰啊给它消灭下去。后手拳的防守还是比较成功的。
还不到。距离第3局比赛结果还有1分35秒，还有1分35秒。是蓝方倒地，红方得了1分。好，比赛还剩最后的1分钟了，看一下王洪翔还有没有机会。今天啊，我觉得日本那个马场身上输出在什么？他尽管想逼近对手，但是出拳太少，就是你的这个技术还没有发挥出来。他又从心理上有点惧怕王洪翔。再一点呢，你看他的不管他的前手拳，包括后手拳，在今天比赛当中都没有施展。最后1分钟。那么这种输就是整，因为这时候刷对方的体能优势发挥出来，中大距离不给对方后出拳的机会。好，没有错，本场比赛最终以一个漂亮的带摔结束了比赛啊！看下最终的比分判罚。这场比赛的话，王洪翔基本上是全场都是优势啊，在溜着对方去走。好，看一下最终的结果，恭喜王洪翔，咱们下期视频再见。